一样画这个角色，我也画，他也画，为什么他红我不红之类的这种心理，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因为他的10分钟小讲座，来有关头像彩稿，你们都画过头像彩稿对吧？好，你好歹看过嘛？来，这个是青马画的头像彩稿，青马原本画的效果怎么样？画的不错啊，漂漂亮亮的，然后很中规中矩。当然，也可能有些那个比较硬核难度呢，在这个画面里面还没呈现到。可是，在这个条件下，画的是蛮漂亮的。好，那我就要问你们了，你们觉得现在这样的风格，因为以青马这个作品风格是日系，大日系，对不对？好，那它算第几代日系？我现在用分代的方式呢，其实并没有那么统一的标准，但是我认为，就我观察日系那么久，我也做研究，我看起来现在青马用的这个日系呢，还是有点算上一代日系。上一代也没有多久，大概5年前，5年前在这种网络上有没有？还有啊。好，那如果要说现在的日系会用什么方式上色这张？筹划了1周然后我来改，然后我把它当成一个教学跟你们讲一下，这应该还算是上一代的日系。现在这样的图比较受欢迎的日系会画成什么样？来，我们来看一下，认真看一下。来，3、2、1，我猜是这样。再看一次，这是原本的，这是改过的。现在是不是类似这样比较多？当然，这个颜色可以再偏一点。现在用了一个技巧，叫什么？这个上色的感觉差别在哪里？通透感。没错，现在大概你画日系的，要么就固有色，画薄一点的固有色的我讲的是网络上薄一点的固有色的。另外一个类型呢，就是常态发挥的，就是通透感。现在没有通透感，大概你只要是在网络上的，大概人家也不太看，对不对？不是说绝对不，而是说它已经变成流行趋势的。所以你必须会这个技术。如果你画图要在网络上，你想当个绘图网红的话，而且你还是专攻日系的，你就要会通透感。好，那通透感好学吗？关键在这，通透感好学吗？很容易懂啊，通透感对不对？一讲好像就能够有共鸣的一个用字嘛。好学吗？它有没有什么先决条件？谁来画都能通透吗？当然不是。有很多人在模仿这个画法，同学们很多人在模仿这个画法，网友也看到很多在模仿这个画法。大概画的能画好的就会出现在你们面前，因为会被流量推上去，然后呢，它就会变成网红，然后就变成有名的绘师。那画的不好的，那演算法连推都不会推。你不要说是不是演算法特别钟爱，演算法的长相是被观众喜好给变出来的，观众就是喜欢这样，演算法就会变成这样，知道吗？所以也就是说，通透感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视觉效果，要会那你的画风能不能 match 通透感？我认为日系是最搭的，日系风格是最搭，但是并不代表如果你不是日系，好比说你可能风格稍微的厚土一点，韩系一点，或者甚至类真一点，是不是就不能搭通透感？放心，我已经研究完毕，大致完毕，是可以的，要练习。那通透感它有一些你要画出来的先决条件，你的明暗能力要很好。随随便便用是用不出来的。举例，像青马原本他也想要画通透感，应该说他也想要画的这个，现在来讲比较叫做透气感。那通透感会反映颜色，反映一些不一样，像环境色啦，或者底下的一些底色透明感之类的，它包含的效果会比较多。如果我们画面稍微放大一点点看来以头发这边这个透，好，然后可以看到这种转折处这个地方，这种透发。然后特别最常见的是刘海、发尾等等的。那只有这种地方吗？如果你们认为的通透感是不是只有头发这边？那当然不是啊。在现在有很多日系的大佬，他的通透感可以玩到每个地方都透。那透不是代表一定透明，不是只有这么表象而已，这是一种颜色的一种潮流。好，那潮流会不会有过去的那天？不知道。有很多流行有办法流行个几十年的。那有很多那种视觉效果很有可能就几年之间就没有，这个我没有人说得准，没有人能预测。但是如果它出现了，它已经出现了好几年了，那我认为你们就要注意它。这个叫做新时代的画技。必须讲，有很多的同学网友，你的画技可能累积到一个程度了，但是你玩不转这个通透感，你会画不过来，甚至你不晓得通透感有哪里好的。你只要说现在很流行，网络上都有很多人在画，对吧？然后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有很多原因我大概有研究最少一半以上了那你的明暗能力如果不够好，这个是玩不出来的，画不出来，画出来绝对很奇怪。好，然后
明暗的话呢，当然就要讲到一个绕不开的一个技术问题嘛，二分法，对吗？好，二分法，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下，二分法是步骤简化过的技巧。注意，是步骤简化，它不是变简单哦。步骤变少，不是代表它变简单的。那二分法是明暗能力的极致，你要明暗能力要够强，你二分才会正确，你的通透才玩得出来。如果你的明暗有问题，通透一定玩不出来，玩下去基本上也效果也不对，人家看也不会有那个感觉，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我观察那么长一段时间，我大概看通了看了好几年了，看3年4年有了吧，得出的结论是这样哈。所以绝对不要认为你直接跳过立体明暗，直接跳到二分法，立刻再紧接着玩通透，你就会很厉害啊！别想了，前面只要立体明暗都没有，你连二分都是崩的。好，事情就这么简单。好，我们来看看好。这张步骤我居然有留我本来是这个步骤是想说贴图把它并一并这样留下那些痕迹，这个我新课是要教这个。好，来这边请看一下，第一个步骤做了什么？确定一下，来重调明暗。那起码你看一下，你这个光线照射，如果以头为主的话，你们斜切，好，这光呢就是斜照。那这个情况下，这颗头形成的投影在肩膀这边要多这一块出来，要多这一块，好，不能只是常规这样做，因为这样的话，这一个明暗，这个投影，你代表是顶光，你要亮上面，这边要连起来，这就是明暗能力有没有连贯。那有些特别是学生，或者特别是模仿人家画的话，模仿大佬画，然后模仿的就是东模仿一块，西模仿一块，就形成这种断差，就是脸呢是一个光影，身体是另一个光影的，这个就很明显。那你这边要记得，你已经选择这样的打光。那你这边又很像顶光，好，那你这个印一下来，你就要有逻辑，整体才会一致，好，但我已经帮你先设定好，你就是要斜照，好，没关系，我们就照这个逻辑前进。这边的投影要增强，然后你又有这些树叶，对不对？这些树叶那会形成那种光斑，那这光斑呢，我们加一点点，好，那接着呢，明暗重处理，再来呢，把暗面像这样通透先上一个先手。这个呢，绝对不是你用特定图层刷了就有的东西。就我观察通透效果这么几年下来，你说能不能就是哪个特定的图层，像绿色啦，像什么柔光、时光什么的，我能不能暴力刷，然后人人通透这样？实际上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总会遇到不能用的场合。如果你会看到有些大佬他在画，他可能用哪个图层就直接用了，有可能是第一，他很熟悉。他知道他目前这个画面的固有色，他这么用是可以的。第二，他画的这些他的作品内容都相对比较一致，所以他用的技巧不用变得很多。但是如果你自己画的图，你又要画装备造型，各种类型角色你都要画，你就不可能只用一招就可能会掌握这个技巧，那是没办法的。举例，现在是个深蓝色，这造型是个深蓝色，然后或者是来一个什么样的黑色的，或者要浓重的毛衣之类的，你通透感能不能用，那就很难说。所以你指望着用哪个图层就解决通透感的，那就纯粹天真。那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曾经这样尝试过1年2年的，发现完全没用。好，在 A 可以成立，在 B 就不成立。好，这边呢最暴力能解决的只有一招，普通图层。那你就要很会选色，你要很能控制明暗。你只要选的颜色，只要稍微破坏了它的明暗平衡，那你的通感立刻就爆了。好，然后呢再来，这个已经被我并掉，反正就一个图层。然后再来呢，就是去修整它，这个是整个这个技巧的核心。这个可以放大看一下，像这样修整它。好，像青马看这里，你这边呢来了一个这个光泽，是不是？这个要用，你应该看过人家这样画啦，但是它有在接着一些好东西，你就没有再进一步往下再探索到了要看到这个东西然后你要有办法找出这个明暗转折，一定有，只要是头就一定有这个地方，这里进来它一定是明暗转折，你在这边下不是不可以，只是最好挑这里。然后呢，只要出现明暗转折，就是通透开始，那就可以透。在脸附近都是皮肤色，这很简单。很多人都模仿这块都可以模仿很溜，只要换个地方，这衣服是蓝色的，刚刚讲的紫色的，重一点颜色的，忽然间就宕机不会画就代表你明暗其实有问题，代表光影各方面的，或者你二分根本不扎实。那这个呢，就是把刚刚我想染的颜色全部做修整处理，到这个阶段大概效果已经出来一部分了。后面这个步骤我做的是增强视觉强度，
目前画面上看是很舒服顺眼的，以现在网络的流行价值来讲呢，这样看也是就是舒服的。但是呢，如果你要再更有爆点一点，那你会看到有很多绘师是会做这件事情的。那我们可以放大看眼睛，这是你画你有2个眼镜了，对不对？好，看眼睛、眼睫毛、眼镜，看一下，有看到吗？如果这边也加强上去会怎样呢？那你可以看看眼睫毛，这是你原本的，这样嘞，没有妨碍你原本的日系啊，风格基本差不多，对吧？好，这样呢，效果就会增强，是吗？好，那这样子加强完毕之后呢，再来就要看画面上哪边还不顺眼，那就是这个树叶，这看起来是 PS 里面的那几个树叶，对不对？这个要再细致一点，像这样修细致一点，然后再帮你把一些背景接近轮廓的地方给它打透，这样子调整完之后呢，这个效果就会比较符合现在新世代的审美跟画法。但并不是说你现在这个画法目前网上就没有，也有，只是呢这些东西有一个流行趋势在，那变动非常快的都是日系，日系你看起来看似都一样，但那是网友的看法，网友可能他不研究画图，他可能不知道，可能日系就那样嘛，就2次元就那样，没有日系2次元这个东西，你如果真的认真比较最早的动漫的日系跟现在日系，你真的放一起看，特征能够一样，就颜色相对比较扁平，颜色有锐利边，另外一个就眼睛比较大，这些比较大家能够说得出来的特征。除此以外，细节颜色都在变。你要说写实风格变动大不大？不太大，因为写实的依据就是照片嘛，真实嘛，是不是？它变动没有很大，但日系的落差可以很大，所以它已经经历了好几代的换代。那严格讲，它带领视觉潮流。那你要是说，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画？没有说一定要这样画，但是这么画的，这么处理的，然后处理的又特别舒服顺眼的，现在网友就是喜欢，网友喜欢反应就很明显，演算法就会记住，就会加大力度的推广，就会让你有一种感觉，一样画这个角色，我也画，他也画，为什么他红我不红之类的这种心情，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因为他的呈现方式是大家喜欢的方式啊，这个一定有流行的元素在。几年后是不是这样？我不敢保证，但是只要他已经确实前几年他都长这样了，那你就要重视它，对吧？这叫流行哦。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讲座10分钟吧，小讲座来回让你看一下啊，这也是我后来要新开的新课，角色上色课里面我一定会讲。听懂了吗？听不懂很正常，因为我没有真的教，是不是？好。